金沙流心月饼的那种金沙感，我觉得还蛮高级的感觉，非常绵密的布丁，然后还有颗粒感的糖粒，然后配上最下面液态的焦糖，除了有弹性以外，它还蛮入味的哎。对，我以为会没有什么味道，我觉得它里面的酱料调的有一点过咸了，它里面的酒香味超级香，超级重，而且那个里面的那一块鸡腿排啊，基本上炖到可以快要入口即化那种程度。大家好，我是 Jesse。我们这一期的话，要帮大家开箱的是 Seven 最近这一期的新品。那这一期它出的新品数量其实也是超级多，也有可能我们会把它分成2集拍，因为他们这一期出的数量，好像比以往还要再多2倍以上。那我们就先帮大家开部分先上的一些新品。那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帮大家介绍的是肉松奶黄卷线吐司，对，它就是一个。就是看起来蛮像普通的那种肉松面包，但其实里面啊，它有夹心，有一些奶黄的夹心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是有夹心的一个肉松吐司哦。对，一般的话我们在便利商店买的一些肉松面包的话，基本上它不会有夹心，但这个话它是里面有夹心的。对，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肉松奶黄卷线吐司，我觉得超级好吃哎。因为它里面夹的那个夹心啊，我开始以为是什么，普通的奶油，但它其实有点像是，有一些金沙流心月饼的那种金沙感，我觉得还蛮高级的感觉。就是一般的话，便利商店买的面包或吐司很难吃到那种流心感，就是金沙流心那种有点咸蛋黄流心的那一种感觉，而且口感非常绵密哦。它外面的那个肉松跟吐司其实就跟一般的我们常态款看的那些肉松面包。口感还有味道差不多，但里面这一次夹的这个金沙流心的感觉的这种它所谓的卷线吐司，对，我觉得很棒，很厉害，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还蛮推荐大家的哦，口感很好，味道也很棒，而且很新奇。第二个的话是法式乳酪塔，这个是这次 Seven 出的一个法式乳酪塔，对，他们之前出过很多像开心果乳酪塔或者是草莓乳酪塔之类的，那这一次是法式乳酪塔，应该主要是以奶油为主，对，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它的话主要是使用法国爱乐威乳酪，其实味道是蛮好的，而且整体口感还有它里面的内馅乳酪的绵密程度，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但是我觉得，唯一可能比较可惜是，我觉得这个品项 Ladies 的法式乳酪塔，它缺少一些亮点。就简单来讲，就是太过普通。对，它整体来讲，所有的表现都很好，乳酪塔很好吃，味道很好，口感很绵密。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没那么特别。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乳酪塔，但是就是好像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类似的产品，在其他便利商店，或者说他们以往出的品项，很容易我就可以见到，就是没有那么特别，因为它也没有特别的口味啊，就是一个乳酪塔。单纯的一个乳酪塔，但是本身是很棒的一样产品哦。对，只是稍微没那么特别，没有那么多亮点而已。再来是 Ladies 的草莓黑森林蛋糕，那这个的话，它打开是这样子，它是一个黑森林蛋糕，看起来就是我觉得也算是像是普通的草莓黑森林蛋糕。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对，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到很特别。吃完这个草莓黑森林蛋糕啊，其实真的我觉得。好像真的蛮普通的，它是这一期的新品，官网上都有介绍到。但是我觉得除了普通以外，它我觉得以黑森林蛋糕来讲，表现的不是很好哎。它外面的巧克力脆片啊，我觉得给的有点少，所以吃起来没有太多外面巧克力碎片的口感，只有些微知道它有一点点巧克力脆片。那内里的面包我觉得不够绵密，不够扎实。前面刚介绍的法式乳酪塔，它虽然普通，但是它至少口感。还有它里面的内馅绵密程度非常好，表现非常好。这个话，我觉得就很像就是一般的海绵蛋糕，对，那里面的慕斯我也觉得普普通通，没有特别绵密或是有特别惊艳的味道。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跳过，因为除了普通以外，我觉得整体表现还不是特别好哦。好，接下来的话是。Ladies 出了焦糖布雷，它是这个焦糖布雷，看起来的话蛮高级的。它里面呢打开的话是这样子，那它还有附一包这个，等一下帮大家看一下那里面是什么馅料。
看起来这个应该是它加的一些焦糖的馅料。对，这个就是它附的一个焦糖的馅料，就是把这个焦糖把它撒在上面，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法式的焦糖布丁、焦糖布雷，平均分上完就会变这样子。这就是一个上面有一些很像黑糖的东西的一个焦糖布雷，它附的这个焦糖的糖粒，那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拉蒂斯的焦糖布雷，其实蛮好吃的。对它，我上面原本我觉得上面那个只是一般糖粒，但是当你布丁啊撒上这些糖粒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口感的层次瞬间会升级很多。原本就是单一的布丁的口感，虽然它这个布丁啊口感非常滑顺，它布丁的本体做得非常绵密，然后里面的最底下的这个焦糖啊，它不太甜哦，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微苦的，当然还是会甜啊，但是是很中低糖的，然后带有一点焦糖苦味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特别，不会像是统一布丁出现的那种焦糖，有一点微苦焦糖，搭配上面那个算是就是真的算是全糖的那种糖粒了啦。对，这个就没办法说是半糖或什么的，但是因为下面的话都不太甜，但上面的糖又可以点缀下面的苦味，对，然后整体的口感又有非常绵密的布丁，然后还有颗粒感的糖粒，然后配上最下面液态的焦糖，我觉得不管是口感跟口味，我觉得都很独特，而且很特别，非常好吃。对，这个是我觉得很推荐诶，对，吃的会蛮惊艳的。一开始我觉得以为是普通布丁而已，但吃起来，哇，对吧？这个是蛮特别，加了焦糖以后，瞬间变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我这个就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看。再来这个的话是他们这一期出的拉蒂斯出的焦糖布雷马卡龙，对，这一期主要是以焦糖系列为主。这个马卡龙是这样子，就是一颗小颗的马卡龙，对，那它主要口味是焦糖的。吃完这个马卡龙啊，其实它没有到很特别。Seven 也有出过一个可能叫做提拉米苏马卡龙，就每一期他们其实都会出马卡龙，有开心果马卡龙啊、草莓马卡龙，它很像某一期的提拉米苏马卡龙，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前有吃过那一期的提拉米苏马卡龙，基本上跟这个我觉得很像大概90%像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到很特别。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一期的马卡龙啊，它的口感、它的外壳比较没有那么脆，它外壳好像一咬就比较烂掉的感觉。以前的话比较脆，就是有那种马卡龙的层次感。对，这一期的话比较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是这一颗单独的个案的关系。那口感我觉得比之前的还差一点，也有可能它的内馅比较厚一点，各种原因我不知道啦。对，然后它的这个口味真的太像之前的提拉米苏马卡龙了，我觉得没有亮点，不惊艳，所以这个的马卡龙我就也没有特别推荐，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接下来的话是这个 Seven 这一期星级飨宴，然后跟这个潮澳坊就是一些澳式、港式的类型的一些餐点合作的一系列的港式餐点。对，那我们就一一也帮大家开箱。那第一个话是骨油黄牛肉宽粉。这个名字就是非常港式的一个便当，它就是一个宽粉，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宽粉，比较少见的宽粉的话，尤其像这种黑色的宽粉，真的是超级少见。我好像第一次在 Seven 买到这种宽粉，米粉有啦，但是宽粉好像没买过，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宽粉，很好吃它这个宽粉超有弹性的，虽然我本来就知道港式的宽粉本身就很有弹性，但是它除了有弹性以外，它还蛮入味的对，我以为会没有什么味道，或是只是淡淡的一些酱料的味道，那蛮道地的港式的味道，然后它的味道是蛮够的，然后宽粉的口感弹性也都蛮好的，而且分量也不少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不错。那我们试试看看它一块它这个附的肉，它这个牛肉也不错，也还算蛮好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太软烂，没有那么有嚼劲，因为我觉得这种港式的牛肉的话，应该要更有弹性一点，这个稍微没有那么有弹性，但是瑕不掩瑜，它很特别，很新鲜，宽粉的口感很好，而且味道很够，然后分量也不小，我觉得这个港式的这个宽粉，我觉得蛮推荐的，蛮值得推荐的，可以试试看。下一个也是很特别的，也是我第一次在 Seven 买到的，这个也是潮澳坊的鸭肉卷饼，它就是以蜜熏在地鸭肉还有秘制甜面酱调制而成的这个鸭肉卷饼。对，我也是第一次在
Seven 买鸭肉卷饼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完整的鸭肉卷饼，很像北京烤鸭，而且它帮你包好了，对，所以你只要这样很方便，这样拿起来咬下去就可以了。那我们帮大家试看看。吃完这个鸭肉卷饼，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品相真的很特别，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很少在，应该说我没有在便利商店看过这种鸭肉卷饼，但是呢，我觉得它里面的酱料调的有一点过咸了，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去外面吃，像北京烤鸭或是什么烤鸭，自己包卷饼啊，包菜加上肉，那个的调味料，我觉得没有这个那么咸，这个咸度大概是我以往吃过那类型的鸭肉卷饼或是北京烤鸭的那类型的酱料的咸度，我觉得大概咸3倍以上吧，有点过咸。除了过咸以外，那里的肉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吃，对，它有点老，有点干柴一点点。但外面的那个卷饼皮，可是卷饼皮好像也不可能到多差，或是差异性太大。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你可以在便利商店买到鸭肉卷饼，但是本身这个鸭肉卷饼可能跟你在一般的港式饮茶，或者说吃过的北京烤鸭一些卷饼类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会逊色一些。对，但是很特别，还可以尝鲜看看。但是我觉得，以我个人可能有些人不一定，以我个人觉得有点过咸，我可能会吃一次，蛮特别的，但是过咸。最后一个是这一次的这个有点像是米汉堡的东西，它是私房花雕鸡腿排汉堡。在一开始打开的时候，它有一点点散掉了，因为这个包装可能没那么紧实，它的两片的米跟中间的那个有点小散掉，没关系，不影响，我们试试看看。吃完这个私房花雕鸡腿排，它本身因为加热的关系，变成里面的有点太湿润了，可能是我走回来它有一点热气，让它有点闷在里面。但是呢，我吃起来我觉得很惊艳诶，它里面的酒香味超级香，超级重，而且那个里面的那一块鸡腿排基本上炖到可以快要入口即化那种程度。重点是味道，第一次在便利商店买到这种酒香这么浓郁、这么香的一样食品。对，因为就算是以前有什么酒香什么的，我觉得那个酒香味没有这个来的那么厉害。以味道来讲，然后还有鸡腿排来讲，真的是蛮厉害的。只是说它这个包装有点太不紧实，但是味道不影响，只是吃起来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小扣分，但是这个我觉得就要看运气啊。整体来讲，味道、口感，我觉得蛮特别的，蛮厉害的，而且它的辣味其实算是中辣而已，没有到超辣，我觉得还蛮够味的，就是很够味的辣味，加上很香、非常香的酒香，还有入口即化的鸡腿排，对，完美，对我觉得不错，只是有点湿润，然后那两个米汉堡的那个米跑来跑去，就跑到乱掉这样子而已，不然整体来讲，我觉得还算蛮厉害的。那大致上我们这一集的话，Seven 的他们包含他们Nardius 的甜点，加上他们这个潮奥坊的这一系列，他们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系列，他们会分批出，所以我们先帮大家开箱这两个他们有先出的部分。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买到其他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第二集帮大家再拍全品项的部分。对，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